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在某个神秘时空里存在一个一模一样的你，但那个人却活得比你现在更好？倘若真有这样一条时空裂缝，让你能够穿梭过去瞧个究竟，你会忍不住想去看看吗？其实，近年来的电影和文学创作越来越常用平行宇宙这类概念，将量子理论里的各种奇想搬进大银幕。也许你曾听过量子力学这个名词，感觉它晦涩又难捉摸。当你翻开科普文章，可能第1分钟还兴致勃勃，第2分钟就满头问号，坚持不住。今天，就让我尝试用讲故事的方式，带你循序渐进地靠近量子力学这块硬骨头。最后，咱们再回头聊聊平行时空，看看它和量子的那些纠葛究竟合不合理。如果你是文科生、艺术生或者经商做买卖，对物理一窍不通也没关系。我会在这系列里穿插一些人文风趣内容，力图用最浅显的语言带你领略近代科学最前沿的妙趣。接下来，你将体会到人类在摸索世界根本规律时的执着与热忱。让我们先从一束光说起，看看它如何在过去数百年里不断触发人类对自然法则的深层思考。让时钟拨回到大约16世纪的欧洲，当时基督教信仰主宰了社会，老百姓每天出门干完农活，若还有闲暇，就爱往教堂跑，听神父谈圣经故事。在那个时代，宗教文本就相当于知识宝库，人们深信光代表神圣与恩典，因为圣经中说神一句要有光，就拉开了万物起始的序幕。一缕阳光划破阴暗，常被视作上帝眷顾的象征，而彩虹更是一种洪水后神与人立下的誓约，带给人无限安慰。那时对光的理解，绝大部分还停留在精神象征层面。直至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在欧洲爆发，越来越多人愿意挖掘自然本质，挑战旧的神学教条。有些人把研究重心放在哲学与神学的辩证，有人则对物质世界产生了浓厚好奇。结果，从那片时代浪潮中跑出了许多科学先驱，他们要用理性与实验替代盲从与信仰。在这批求知者里，最耳熟能详的便是1643年出生的牛顿。他本身也信上帝，但在神学理念上属于异端，因为他总希望能通过观察自然现象来推敲上帝的深层逻辑。有人说，他始终确信万有引力是神暗中操纵的结果，可对具体运作方式就得靠人类一点点探究。牛顿在20出头时，便在光学方面取得惊人发现，让全世界意识到，光不光是个信仰符号，它还蕴藏了令人称奇的物理奥秘。咱们直接看看牛顿那场轰动一时的实验吧。他先把一道太阳光引进室内，让它通过一个三棱镜。普通人本以为白光就是纯洁无瑕的单一色彩，可是牛顿却让它分裂成红橙黄绿青蓝紫的美丽光带，跟雨后彩虹如出一辙。瞬间，大家明白，原来白色阳光里头竟然暗藏这么多单色，只要用合适的折射工具就能把它们拆出来。这个举动让人开始理解，白光是多色叠加。更重要的是，它也帮忙解释天边霞光为何会变红，为什么正午日头看起来泛白，以及彩虹是怎么成型等种种自然现象。比如说，你一大早起来看日出，光线要穿透大段大气，蓝光这类穿透力弱的部分不断被散射，最后剩下红光占优势，所以天边就是那种红彤彤模样。当太阳渐渐升高，渡过大气层的距离变短，更多蓝光能穿过并与红光混合，颜色也就往白的方向靠拢。另外，天空之所以是蓝的，也是因为大气层能将这部分波长较短的光给散射，让整个穹顶看起来满是蓝调。如果你跑到没有空气的太空去，眼前只剩一片深邃黑暗，毫无那片蓝天了。牛顿这套操作相当于给光学研究奠定了非常坚实的起点。以前人们主要将光视为神的象征，现在却能用三棱镜做实验，把它拆分，甚至用数学公式去解释。不久后，他又在力学和数学领域贡献非凡，
可以说是引领了一个科学理性的崭新时代，让后来无数学者继续接力探寻自然的真相。要是你觉得牛顿把光拆成七色就算大功告成，那可还早。科学家们很快发现，光还有更深邃的秘密，它摸不着，闻不见，但是偏偏能沿着某种波动的方式传播。你可以想象，好似一条水波上下起伏，不断地往前推进，只是光没有水那样的介质，它照样能在真空里行进。19世纪后期，大家开始更系统地研究电与磁，并意外发现这两者可以结合成电磁场。其中，麦克斯韦在1865年提出了轰动一时的电磁理论。他算来算去，发现这种电磁波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简直跟光速是一个档次。他当即断言，光就是电磁波，这可说彻底改写了我们对光的定位。之后，赫兹用实际试验检测到电磁波的存在，并测得它的速度与光速完全吻合。各种实验也表明，电磁波可以沿直线前进，可以被金属反射，还具有类似波的振动属性。人们由此推想，我们平常肉眼所见的光，只是电磁波中某一段频率范围更高或更低的频率，就变成无线电波、红外线、紫外线、X 射线等，只是波长不同而已。这番光就是电磁波的归纳，等同将光拉进了一个更庞大的家族，所谓电磁谱。我们也随之解锁了许多技术，像微波炉加热、手机信号传输、医院 X 光成像，乃至伽马射线放疗，全都建基于这套电磁波理论。换句话说，先前只被当作神圣光芒的东西，原来根本就是电磁波的一种。大自然可没那么神秘，只是我们原先没有识破它的真面目。前面提到的历史发展，说明人类对光的认识不再局限于神赐的光或白光有七色那么简单，而是了解到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电磁波。这等于把光从神话的神坛拉到了可以用实验和方程来掌控的领域。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电磁波广泛存在于宇宙间，无线电、红外、可见光、紫外，一路到 X 射线、伽马射线，所有这些波都是一家人。这整个进程正好证明了理性与实验在知识探索中具有巨大威力。如果我们只满足于神话故事，也许就停留在光等于神的恩典上，对现实应用毫无突破。正因为牛顿、麦克斯韦、赫兹等人不断测试、修正、求证，才让我们进入更深的物理层面，弄懂光的确切属性，并进一步转化成各种科技发明。同理，在不同波段里，你我肉眼所见的可见光其实只是一小部分，而其他生物也许能看到红外或紫外，它们的世界就跟我们所见不大相同。这也提醒我们，人的感官是有限的，透过科学仪器才能一点点补足我们无法直接观察的那部分天地。所以，当人们说神说要有光时，现在的物理学可以进一步解读，太阳不断辐射电磁波，地球接收其中一部分当作可见光，才有了昼夜轮替与五彩大地。假如我们能看到别的波段，这个世界还会呈现更丰富多样的面貌。就当大家以为光等于电磁波这个结论已经尘埃落定，物理学的版图还会继续一帆风顺时，却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遇到了一道狠厉的障碍，它被戏称为紫外灾难。当时的科学家设计了一个实验，研究加热后的空心金属物体，它会发射出怎样的电磁波谱。理论上，我们可以用各种方程去推测，不同波长该对应多少能量。可结果出乎意料，传统公式在短波段，特别是紫外光这边，计算结果不受控制的暴增到无穷，完全背离实验数据。这自然不合理，意味着我们那套经典物理有重大盲点。英国的开尔文说，看似湛蓝的物理天空还飘着两朵乌云，其中之一便是解释不通的紫外灾难。许多人原本以为
只要再精修一下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电磁学，就能完美解决。谁知这道题固执得很，不管怎么补救，都像是在原地打转，根本推不出合理的结论。于是，不少人开始担忧传统物理的整体框架会不会早就在某处环节崩塌了。这场尴尬的僵局最终成为通往新物理时代的闸门。因为要解这题，我们就要打破老思路，去寻找新的概念，而那个关键词正是量子。我们先从开尔文所说的乌云说起。为什么研究一个被加热的金属空腔发射出来的光就会难倒整个物理学界呢？根源在于我们基于牛顿力学和电磁理论的推导，结论全都跟测量结果相冲突，特别是波长偏短区段。当时科学家翻遍所有经典公式，一路从牛顿定律到麦克斯韦方程，就硬是找不到能完美拟合实验曲线的模型。有人还讥讽说，这就是紫外线区域的无底洞，你算下去，能量就爆发式的飙到无限大。当然，现实里不可能爆炸到天际，所以必然是理论出了大问题。这难题在1899年到1900年左右已被叫到满城风雨，因为如果真破解不了，代表物理理论深层次不完备。毕竟，我们之前一直觉得牛顿力学几乎就算亘古不变的法宝天体、抛物、弹道、钟摆，统统能准确预测。可这一回碰上高温辐射，整个理论似乎就卡住了。这时，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提出一个非常惊世骇俗的想法，也许能量并不连绵，而是一份一份在跳动，每个最小单位就叫量子。他把这个设定带入计算后，竟然与实验曲线匹配的天衣无缝。这简直翻转了大家对能量可无限分割的刻板认识。但不得不承认，答案就是这么算对了。所以说，这片乌云没能用旧体系驱散，反倒逼出一个让人啧啧称奇的新概念，为20世纪物理揭开一个庞大篇章。接下来就重点谈谈普朗克提出的量子假设。当时所有人都深信，能量跟长度或温度一样，可以连绵的取任意数值。可普朗克偏偏另辟蹊径，说能量也许是量子化的，只能是1份、2份、3份，而不存在1.5份的情况。说来好比钱币，你可以有1元、2元，但不会有1.3元那种纸币。他刚抛出这个观点时，物理学界一片哗然，因为他挑战了几乎所有人的认知。但他往公式里一带，那9攻不下的紫外灾难就迎刃而解，数据跟实验奇迹般吻合。这种超乎寻常的成功让普朗克震惊又欣喜，也让其他人不得不重新思考。难道大自然真是以份这种离断形式来分配能量？当然，普朗克自己都觉得，或许这只是个数学取巧，并没真正证明能量一定是一节一节。但是既然计算与现实相吻合，那背后可能就潜藏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物理真相。正是这道裂缝，让后续的爱因斯坦和一众新生代学者去探索，最后催生量子力学这个全新分支。如果套用一句时髦的话，那就是一步越界，处处新天地。普朗克这一跃，打开了微观世界的潘多拉魔盒。接下来，人类会更深入挖掘量子的实际含义，不再仅是个公式假设，而是对光、对电子、对所有原子层面物质产生全新的诠释。在普朗克提出量子化思路几年后，爱因斯坦也寄出了一篇石破天惊的论文，以光电效应的角度强化了光是由量子组成的主张。光电效应简单说，当特定频率的光照射到某些金属表面，会把表层电子撞飞，进而形成电流。比如，红光能量不足，再亮也无济于事，但紫外光哪怕很微弱，却照样能击出电子。这告诉我们，光的频率才是关键，而频率越高，光子携带的能量越强大。之前我们总以为光就是种波，怎么突然又能被称作粒子或量子呢？爱因斯坦说，
自然界似乎允许光在不同情境下展现波的特性，或是粒子的特性，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波粒二象性。虽然跟经典观念冲突，但正好能解释为什么紫外线哪怕亮度不强，也足以把电子轰出去，因为它有更高的频率，对应更高的能量。这篇论文后来为爱因斯坦赢得诺贝尔奖，却经常被大众忽略，因为普通人更熟悉的是它的相对论。不过，从科学视角来看，光电效应这篇贡献在量子力学史上举足轻重。它让普朗克的量子概念真正落地，成功解释了一个实际现象，再也不是单纯的数学假说。自此开始，大家再看光，就再也回不到纯粹波动的老印象。人们会惊叹，原来它既能像波，又能像粒子，有时还能转变角色。这也注定接下来的20世纪会迎来一连串量子革命，物理学基本面将被彻底重写。刚刚我们提到光电效应，让光量子的概念成为焦点。当你在城市里见到一大片太阳能面板，其实就是光电效应的现实应用，让阳光把金属表面的电子撞出来，再将这股微小电流集中起来。但量子力学的奇幻之处远不止此。接下来，大家还会发现，电子也拥有类似的双重性格，它既可表现为粒子，又能呈现波状干涉。这就正是把我们带入量子力学的核心地带，因为人们逐渐意识到，无论是光还是电子，它们的行为都无法完全用经典定律诠释。要理解那些匪夷所思的测量现象，必须建立全新的理论框架，也就是量子理论。20世纪初，许多实验相继证明，在原子或更小的尺度里，老的想法，好比粒子一定有固定轨道，光一定是连续波，都不太管用。各种量子特性让学者们兴奋又头痛，因为它们违反常识，却在实验中屡屡被确认。因此，大家说，初识量子力学就是踏进一个新世界。在那里，直觉仿佛被颠倒，要接受波粒二象、不确定性原理等前所未闻的概念。接下来，咱们就看看几个重量级实验，让你真正感受量子到底是怎样折腾我们的传统认知。谈到量子力学的标志性实验，非双缝实验莫属。最早科学家是用光，让其通过2道细缝观察屏幕上的图样。果然看到干涉条纹，这很好理解，因为光有波动属性，在2条缝后便会彼此叠加，造成明暗相间的花纹。可有位好事者把光源换成了电子发射器。电子在传统眼里就是小颗粒嘛，一粒一粒的打过去，屏幕上只该出现2道痕迹。然而神奇的一幕发生，还是会浮现干涉条纹，彷佛这些电子也能自我分裂，同时走2条缝，然后彼此波动干涉了。更离奇的是，一旦我们在缝口处安装探测器，试图监看电子到底过哪条缝，结果这些干涉条纹立刻消失，接收板只剩2道分布，犹如它被强制规训成粒子了。就像电子一下子意识到我被盯着呢，只好乖乖走单一路线，不再飘忽。量子力学的解释是，电子在没人测量时，处于一种叠加或波函数状态，同步经过2条缝，造成干涉效果。但当人类试图精确探知它的行径，那种叠加态就被迫坍缩，电子只能选择一条路径，干涉现象便一去不返。这种波粒二象性对常识而言极度疯狂，却已经经过无数次实验验证，成为量子理论的核心实证。它提醒我们，在微观领域里，事物既不绝对是粒子，也不永远是波，而会因为测量方式而展现截然不同的特质。一谈到电子能一分为二这事，大家自然会问，到底是我们不知道，还是它真的去到多个地方？量子力学回答，它不只是我们不知道，而是电子本身可能处于重叠的可能性中。所以叠加态与测量坍缩就成了研究微观世界的重要概念。换言之，在没有测量前，电子仿佛是多条路径并存，一旦你介入观察，立马让它选定其中一种。就像有人喊停，
它从千百种姿态里瞬间冻结。这种带有概率和不确定性的表述，挑战了人类向来习惯的实在论观念。过去我们更相信电子肯定在某点，只是我们不知晓，但量子力学却说，在测量发生前，电子根本没有确定坐标，它是正在叠加的一堆可能。很多人因此产生哲学联想，如果一个苹果也足够小，会不会在没人看时，既在桌上，也在地上？这就牵涉到从微观到宏观的跨越，以及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家里沙发处于叠加态。科学家便提出各种机制，说宏观物体过于复杂，与外界环境发生了退相干，无法保留那种纯粹的量子态。不管怎样，量子力学所揭示的是一个随时都充满随机性和概率性的微观世界。它逼着我们思考，现实究竟在什么时候被钉死？是不是只有当我们去观测，才将那片云雾给敲定？在这种惊奇与争议之中，20世纪的物理学界百花齐放，大家为了探索量子叠加与坍缩机制，创造了许多实验和理论，逐步奠定了当代量子学的基石。若说量子理论只在电子或光子上演，还不算太吓人，但薛定谔却用他那只著名的猫把问题推向极致。他虚构了一个思考试验，在密闭箱里放一只猫，再连上放射性物质与毒药机关。如果1小时内物质衰变，机关触发毒药，猫则死去；若没衰变，猫则安然存活。按量子理论，在开箱观测前，物质衰变与否都可能叠加，所以猫似乎该同时死又活。只有当你打开箱子那刻，才让它坍缩成某个结果。薛定谔用这种极端例子来嘲讽或质疑，一只猫怎么可能同时死又活？这在宏观角度听来荒诞绝伦。可很多量子派说，在微观世界可以如此叠加，只是放大到宏观后，会立即与环境纠缠，出现退相干，故实际看不到死活同时的猫。另一些学派则直接搬出多重宇宙论，说当你开箱，宇宙分裂成2条平行世界，一边猫死，一边猫活，只是你只能体验其中一个版本。想想看，这思路与开头的提问不就遥相呼应吗？如果在某个神秘时空里存在一个一模一样的你，但那个人却活得比你现在更好，倘若真有这样一条时空裂缝，让你能够穿梭过去瞧个究竟，你会忍不住想去看看吗？也难怪近些年科幻和影视创作纷纷拿量子力学当灵感，拉出种种平行世界剧情，上演你想不到的狗血或浪漫情节。在现实物理领域，平行宇宙究竟是幻象还是正经推测，尚无定论，但它确实点燃了大众对量子的无限遐想。在诺兰的《奥本海默》电影，你会见到波尔、海森堡这些历史学者不断为量子测不确定性辩论。直到今天，科学家还在追问如何把量子特征大规模展现。也有像蚁人这类科幻作品，用无限缩小去触碰量子领域，进而搞出平行世界的冒险。如果你认为这些都太遥远，可看看现代技术，量子计算机、量子加密、扫描隧道显微镜，都是以量子原理为根基，已经在逐步改变社会。透过量子，我们认清微观世界有时不遵从硬碰硬的古典逻辑，而是处处藏着概率、干涉与纠缠。讲到这里，你大概能感受到人类从牛顿时代研究光，一路摸进普朗克的量子假设，再到爱因斯坦、波尔等人的一系列挑战，最终发展出奇妙的波粒二象和不确定性。它令我们重新审视现实二字，让哲学与物理的分野变得模糊，也给了科幻想象力极大的温床。或许下次你再听到量子力学或平行时空这类词，会觉得不再那么云里雾里，它们其实就源自科学家对微观现象的深究，以及我们对这神奇世界的无尽好奇。非常感谢你一路观看到此，希望这趟旅程能带来新的思考与乐趣，咱们后会有期。